宁夫人，坐吧。你们家老太君上午已经来过了，你来可还是为了此事啊？正是。灵儿，这婚书不是我不认，只是我们家老太爷从来就没有提过这件事情。再说了，老太爷已经驾鹤西去，就凭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很难相信。您不知道，不代表他没有。这婚书上明明白白有着老太爷的签字，这总错不了吧？结亲是结亲，可不是结仇啊。有的时候做事可不能只凭手段。你纵然一时如愿了，可是你难过的是一辈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宁夫人打算怎么拿回这封婚书，让我退了这门亲事呢？君小姐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家老太爷从来没提过这事，救命之恩也没提过。宁老太爷不该是这样的人呢。我听闻你们家在这个地方是祖传行医的，想必救过的人不计其数吧？不知这救命之恩得了多少人以身相许啊？君家治病救人，有钱的收钱，没钱的就罢了，这是医者的本分。但是被救治的人，有钱的给钱，这是本分；没钱的给尊重，这也是本分。是。该给钱的给钱，该收钱的收钱。可是人家子女的婚姻大事可不是你要挟的筹码，这可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命。可宁老太爷没给钱。你胡说！我祖父才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当初宁老太爷说回家拿钱，但是我祖父再三不肯。但是宁老太爷又碍不住面子，不想欠人情，于是当下定下这门亲事。宁夫人，这门亲事你若认，它便是婚书；你若不认，它便是欠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给了这治病救人的钱，这婚书便收回去，大家两不相欠。母亲，把钱给他，打发他，让他快滚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母亲，出去。君小姐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啊？宁夫人也觉得很委屈吧？是啊，我这做母亲的耗费心血如珍宝般养大的儿子，突然之间被恶狗咬了一口。这个牲畜还不知人情，我是打不得骂不得，我打了骂了反倒说我不大度，我真是委屈又心疼啊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，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也就忍了，可是子女遇到这种事情我忍不得。君小姐，这桩婚事对你来说是一跃龙门得富贵人生，我们宁家乐善好施，可是扶持你的命运这件事情，我是觉得委屈又恶心。宁夫人，乐善好施也是君家祖传的本分，不管是路边的乞丐还是上门的灾民，我们从来都是治病救人，不图回报。当初宁老太爷要是说一句没钱就罢了，可是定下这婚书，如今给我们置于恶人之地，我们也觉得既委屈又恶心。有些事是会变的，但有些事是不会变的，比如说人的命。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个贱命，不是攀上别人就能变成富贵命的。我记得宁家当初第一个功名也是买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花钱买通了上上下下，攀上了府学大人，对吗？宁夫人不必慌张，我不会去传播你们的发家史。只是我想告诉你，这世间很多事确实可以花钱办到。当初宁家花钱买下功名，摆脱了这贱民之命，那如今花钱买下这婚书，摆脱贱民之命，不是一个道理？你，况且2000两足矣。君小姐算得够清楚啊！夫人谬赞了，这生意合算。去，
拿2000两来。慢着，2000两是刚才的价，现在变了，5000两。你这是坐地起价！当初我祖父救了宁老爷，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如今利滚利到现在，怎么也值3000两吧。另外2000两是你们气坏我祖母，我不高兴。怎么？宁夫人觉得委屈，还是您觉得宁十公子的身价还不值5000两啊？你，母亲，你不能答应他。行了，别闹了。母亲，你凭什么答应他呀？你1分钱不给他，让他滚，你看他能怎么样啊？闹腾久了，对你哥名声不好。你哥明年开春就要考试了，孰轻孰重啊？就当花钱买个平安了。夫人，母亲，这个钱我去给他。哎，你要的5000两银子拿好了。你要敢扔，就再赔我5000两。小姐，我原以为你说的100倍1000倍讨回来是玩笑话，现在看来是真的呀，5000两呢。不过尽力讨回公道罢了，我宁可不要这5000两，也不希望祖母遭这犯罪。你这叫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。啊，小姐，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呀？去京城。珍珍，你真的就把这个婚给退了？退了。先前辱我是宁家不对，咱们再理。你这么一闹，这门婚事就彻底的没了。祖母，这不可惜，我也不会后悔。这样的人家，就算嫁过去，也未必是好事。为了争口气，这么好的婚事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这孩子，行事前应该跟我们商量商量啊。他们污蔑祖父，又欺病祖母，这个公道我必须要讨回来。珍珍，真想退婚也有其他的方法，你这样拿钱去换，实在是……这钱是他们应得的教训。祖母，我不会为了和宁家和解去低头的。这门婚事就到此为止吧。这镯子送你。使不得，祖母，这是您的贴身物件，就当是替你母亲戴的。那只镯子随她去了，她欠你的我给。你戴上越发好看了，收下吧，是祖母的一份心意。以后在方家不必拘谨，安心住着便是。谢谢祖母。